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邵峰。9月17号，北京举行的所谓抗战胜利80周年总结会大合影，揭开本轮军中洗牌的关键细节。张幼霞系一众嫡系把守军中要职，郑守东进驻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袁洪刚全面主持西藏军区工作，曹军章以代理司令之身接棒武警部队。中部战区则由韩胜炎和张生民的旧部梁平两位中将以副司令和副政委的身份托底拱卫京畿。更敏感的是，在93阅兵后不久，9月12号，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次性罢免王春宁、汪志斌、张林、高大光4位将领的中共人大代表资格。这4人皆是习时期军改快车道上被重用的将领，军权版图再度易手，中共四中全会前夜的风向变得更清晰也更诡谲。9月17号，在北京举行的所谓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总结会的那张大合影，除了让我们一睹久未同框的习近平和张幼霞合影之外，我们也从中看到了关乎中国时局变化的细节。在已经被虚位的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身后，我们看到了5位实权派的中将。站在最中间关键位置的陆军中将，就是最新调入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郑守东中将。他是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幼霞在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时的沈阳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部长，负责军事训练。而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是当前中共军事系统当中最为重要的核心单位。在2016年的军队改革当中，习近平将军队的指挥职能从原来的总参谋部剥离，单独组建了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由军委主席兼任总指挥。军委联合指挥中心直接听命于军委主席，负责下达作战命令，并通过5大战区的作战指挥中心调度全国军队。而军委联合参谋部则成为了主要负责战略战役筹划研究的一个幕僚机构。所以每一次中共党代会换届之后，新一届中央军委班子唯一一定会去视察的单位就是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其地位举足轻重，相当特殊。2017年11月，中共19大之后，中央军委班子视察指挥中心，当中包括当时的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以及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而2022年11月，中共20大之后，新一届军委全体班子视察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当中有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国防部长李尚福、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如今任期刚刚过半，就已经坍塌了半壁江山，上述3人均已落马或失踪。中共20大后，中共军委联合指挥中心历经何卫东、吴亚楠、王秀斌3任领导。王秀斌出生于南京军区的第1集团军和第31集团军，是苗华、何卫东派系的关键核心人物之一。何卫东是习近平的军中嫡系，而吴亚楠和郑守东一样，都起家于沈阳军区。沈阳军区下辖第16、第39和第40集团军，吴亚楠起家于第16集团军，而郑守东则担任过第40集团军的副军长。在张幼霞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期间，郑守东是沈阳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部长，这是司令员的核心幕僚之一。中共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随着习近平和张幼霞的嫡系的轮番交替，现在落入张幼霞手中，这可是兵家必争的要害部门，谁坐镇往往就是当前军中实权的缩影。合照中，中共中部战区司令王强和政委徐德清双双非正常消失，而副司令韩胜炎、副政委梁平2位中将现身。
说明这2位实际承担了中部战区的日常运行。这次93阅兵更由韩胜言担任总指挥，是首次由中将出任阅兵总指挥。从军衔罕见也能看出上将勿以稀为贵的现状。梁平出自军纪委系统，曾在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纪委书记张生明麾下主管干部升迁。2021年空降辽宁省军区政委，今年升任中部战区副政委。中部战区是金鸡之盾，此番以中将托底，本身就是一段风向。合照中没有出现的还有武警部队司令王春宁上将，他是受苗华案牵连落马，如今由武警部队代理司令员曹军章中将接任。曹长期在原成都军区第13集团军服役，张又侠曾任第13军副军长、军长长达11年。武警转入张系，意味着中央敏感任务的第一线也随之调平。站在梁平中将旁边的是空军参谋长王刚中将。王刚长期在空军司令部参谋部机关工作，担任过空军司令部军训部部长、空军参谋长助理、空军副参谋长，直至晋升空军参谋长。王刚也是这次93大阅兵空军梯队的指挥官。王刚旁边的第5位中将是武警部队副司令员朱文祥。朱文祥是习家军蔡奇、黄坤明福建师范大学的校友，他长期在福建服役，曾经担任过武警福建总队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后来调入武警总部。2018年武警部队改革之后，朱文祥出任武警部队最为精锐的第1机动总队的司令员，后来升任武警部队副司令员。他是这次93大阅兵安保任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张又侠老部下郑守东取代何卫东苗华党羽，执掌军委指挥中心。拱卫京城的中部战区司令政委双首长落马，外交系统异动，中央外办副主任郭叶洲晋升正部级。随着习近平的军中亲信何卫东和苗华失联落马后，一大批张又侠派系的军官获得重用，分布在核心岗位。今年8月20号，习近平在考察西藏时与驻藏官兵合影，但西藏军区司令王凯没有出现。西藏军区的政委中将袁洪刚出现在照片当中，说明王凯很可能出事。目前全面掌控藏区军政工作的是袁洪刚。袁洪刚1969年生，起家于张又侠的嫡系沈阳军区第16集团军，是当前较年轻的一批中将。所释放信号不言自明，藏区要稳，军心要稳，先让可靠的人把盘子端住。9月17号，张又侠在北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2届香山论坛的新加坡防长陈振声时，陪同的还有他的心腹赵宇中将。张又侠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时，赵宇担任沈阳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赵宇还曾经担任沈阳军区第39集团军参谋长。在这种外事活动加自己人陪同的摆位，既是面子也是里子，军事外交也要确保在可控圈层。据财新网报道，9月12号，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告，一次性罢免4名军中高级将领的人大代表资格。王春宁，武警司令员上将；汪志斌，火箭军纪委书记中将；张林，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部长中将；高大光，联勤保障部队政委中将。这4位虽然不是众所周知的大腕，但共同点很清楚，都属于习上台后军改快车道上的被重用者，我们就把他们叫做军改将领。很多人提到王春宁，会先贴个标签红二代。他父亲王永明曾任中共南京军区副政委，并非严格意义的南下干部，更准确说法是南下军人。据自媒体人司马库在节目中说，王家的革命脉络
可以追溯到山东徐州微山湖这条南下通道。贫苦子弟去沂蒙山喝羊肉汤的动员口号，让那代人扛起了枪。父子二代后来都与徐州第12军结缘，这在军中一度是段佳话。关键节点在中共18大后，缺军中根基的最高领导需要迅速启用自己人。南京军区系统含第1集团军、徐州12军、福建31军，成了主要的人才库。王春宁2012年任1军副军长，旋即主政徐州12军。2014年入京，掌北京卫戍区，这是高度政治信任位。再后被空降到武警，最终晋升上将，出任武警司令员，而今被罢免中共人大代表资格。对外是程序动作，对内等于官宣出事。汪志斌出生于中共南京军区，尤其与福建31军血脉相连，与苗华和卫东同源。火箭军案爆发后，他在2023年临危受命，转任中共火箭军纪委书记，曾主导一场刀刀见骨的大清查，从供应商到评标专家，调查年限一度拉到2016年，可惜最后调查红线被划在2017年之后。更早的设备采购是否触及某些总装时期人物不得而知，但这种查到门边的结局给他本人也埋下雷。如今他被罢免人大资格，基本坐实了被整肃。张林是标准的后勤系统技术官僚，早年在海军青岛综合保障基地主政。官媒当年还写过他是航母幕后英雄式的人物。军改深入后，他一路绿灯，曾在武警任职，也与高大光搭班于军委机关事务管理局。这个部门名头不显，却是握有财务、结算、后勤保障的要害部门，最终升任军委后勤保障部部长。这可是4总部拆分后仍属核心大权的部位。如今同被罢免人大资格，等于总后系统再遭重击。高大光早年在沈阳军区，军改后任西部战区第77集团军副政委，其一把手政委李泽华出身南京军区，福建31军系。这层线索解释了高能迅速上大台的原因。后来他转入中共军委政治工作部，在苗华的领导下掌老干部局，再到军委机关事务管理局政委。2024年更上一层楼，做了联勤保障部队政委。这条频繁调任、持续拔高的曲线，正是军改将领的典型节奏。如今被罢免人大资格，也算是风水轮流转。这4人的共同命运都搭上了军改快车道，在南京军区、福建31军空军系这个习时期用人池中，或直接或间接完成跃升。火箭军大案与苗华和卫东系的覆灭，是他们试图转折的关键背景。指向很清楚，军改红利期结束，快车道正在变成高危区。中共无论是军中高层还是地方大员，都会随着自己的政治选边站队在官场上沉浮，从飞黄腾达到阶下囚，也可能就是弹指一挥间。在习近平与张又侠的权力博弈中，目前还没有分出胜负，一切可能要等到4中全会方可尘埃落定。您怎么看呢？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